哦，现在山区还在出溪水，所以今天来体验一下梯圈打螺吊螺。重点还是老话一句，安全性、安全问题啊。很多人问我说，什么样的河口可以玩木鱼？就是类似这样，这么大的河口，但它退潮的时候它会缩减，河道会变小了。这时候你们来钓，才找得到鱼在哪里。如果河道都不会缩减，你像这么大了，你要钓 OK 很难啊，你一定要诱钓同步，不然你单纯用金鱼这样抛，效果没那么好。我还会建议你打螺钓了或打 A 杂钓南极虾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。然后像我玩梯圈拍摄就比较不好拍，因为都是单支的相机啊，没办法侧拍，所以侧拍的幅度你们都比较会看不出来，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专程搞一台在旁边这样拍吧。有啦，到时候我会用广察拍摄，我再会更详细的讲解所有的低钓过程，所有的打螺过程，我会告知最详细的。基本的啦，不敢说我螺钓很厉害、很臭屁啊，那讲这些543，我只是讲基本的，至少浮标会动嘛，这才是重点。不要浮标都不会动，在那发呆，这个没意义的。这无锅鱼这么大只死在那边，完全不外乎为什么挖水我会加湿手？你脚要泡进去嘛。因为有时候你梯圈踢久了，这个束带会松掉，这个蛙鞋会松掉了。蛙鞋松掉的话，你会不自觉的不见。不见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剩一只脚，你要踢回来很难啊。然后相对性怎么踢回来？旁边如果还有伙伴还好，他可以帮忙拉哦。如果没有的话就完蛋了。所以玩这个我踢鞋都会加，蛙鞋我会加湿手绳湿脚绳啊，蛙鞋会加湿脚绳。那这时候你如果踢圈不见，那个蛙鞋不见了，你至少你还有一个湿脚绳可以把它撑住，那就安全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今天来尝试钓那个位置看看。但是想我们螺子放好像不太好，可能要找一个地方改进一下。水还蛮浊的，所以是有机会的。来介绍一下今天用的装备，今天用的是 AGK 的风之谷 M350的，然后引线器是 Spina 的3000型母线2号，混手舵手动标3前标，然后配置重的。然后搭配2.5钱的转环圈，然后直线是用这一款 AGK 的迷胶底线3号的，钩子是这一包风魔5号铅釉钩，需要的人虾皮里面都有在贩售。到钓场不外乎就是测水深，一直在强调就是测水深，你不要到钓场水深都没测，你就急着下竿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水深真的很重要因为地形你不熟。你一定要测，像这边现在都很浅，因为这是河口场，对，然后加上说现在流又很急，我会钓很多啦，因为这边底下障碍物非常多，然后直线我没有加表线，因为这边的河口场流速我觉得算慢，所以螺子还可以到底，加上说现在在出溪水，这个水的活度很高啊，你看水一直往外排进来，我绑这个位置好像没有比较好，应该要转向，会比较好。你像现在这个流浮标是上面的水出来，下面的水进来，它是形成双层流，所以浮标是打平的。但是现在的水还是进水不是退水是因为出的溪水大于进来的白水，
所以还是一样往外推。啊，等进来的水量变大的时候，浮标就会正常，这时候鱼开口的几率就更高了。等浮标往内缩、往内走的话，鱼就开始咬。啊，这时候其实在进水嘛，这时候再退也会咬，但是咬的几率不大，但是还是要钓，还是要右钓同步。但是打的方向你就是要打那边，因为它流速比它还要快。哦，来咯。有时候有缩，我们就来检查一下螺子有没有咬痕。如果咬痕，就恭喜你了，鱼已经进来了。如果没有咬痕，那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拖底嘛。然后千万不要怕绑钩子，你不要看这种水色哦，这种水色 OK 进来量很恐怖哦。但是这种水色在科棚就落晒，很奇怪。但是在河口这水色哦，对我来讲咬翻了。只要流水大，讯号就一直说；只要有顿点，那就是。所以才说河口什么时候钓的时间最久？退潮到反涨这段时间钓的最久，反而进水的时候钓的时间比较短。因为现在在进水哦，你看水还是一样往外推，但是进水的鱼体型真的是比较漂亮。我说以螺钓，你不要说以金鱼来讲。金鱼来咬一定是体型比较优的啊，因为会吃鱼都 OK， 体型都有一定的 size。每一竿抛的位置一定要对，不要乱抛，钓的鱼会没办法集中啊，就大概就好了。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标的物，就大概这一区，所以螺子打下去就会像天女散花一样，鱼就会在这搜索范围在那边捡。鱼越大群哦，它捡的就多。你看又来了。来，哇！你要不要跑鱼都不会跑掉。哇！这是搞到变鬼了。鱼有进来哦，好玩呐！这个新鱼啊，好机会，第一圈就是这个好处。要到标点也要拱得来，出来头这种水色就会咬，但是水太轻就没有什么用，一定要这种水色。来，哦，有一个哦，大明丢了，丢到变鬼，看我如果这么大，还不是一样照射。最近它进来吃就是要吃大颗的螺，出溪水沟排下来的螺都是大颗的。所以不用怕说大颗鱼不会吃，照克，但是不要太大了，不要那种钓乌优池大到有点夸张了，除非这边鱼真的又很大，3斤多以上，然后钓这个有障碍物的哦，千万不要怕绑钩子，因为有障碍物才会有鱼的，你打的螺你才会卡在那边，如果你螺不会卡在那边，你钓的都是过路鱼，鱼停留的时间就没那么长。所以不要怕绑钩子，钩子就多带几包嘛。因为我这边比较没有标的物了，水里没有标的物，所以都是靠一些经验去丢。正常啊，科棚也是啊，你前进后退也是有水深的问题。河口长，少料多餐，不要打太多，看能不能把鱼越聚越多。大概就打这一区啊，它前你抛竿的距离就自己大概抓一下。它螺子你大概打就是这一区，它流就是过去。进水进这边你就打这边，退水往这边你就打那边，以此类推。啊，停流你就是抛的位置，你就螺子打那个位置就对了。
哦，这个粗的。打死的。哇，这体型丢的了。哇，变吞了。吞我们就点线就好了啦。我们要拼起来。钩子再继续绑而已。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呦，要浮起来！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。它要浮起来，然后再下去，因为这螺子比较大颗。等一下，因为螺子比较大颗啊，所以要停一下。有时候这种巴掌雕的，其实踢圈的用处还蛮多的，可以玩前打，可以玩沐浴，可以玩吊螺的。中了！哇，脱钩，靠背！啊，真是的，脱钩，脱钩就3码，先鱼会跑掉。干，不是断线了，不要怕绑钩子啊！你看我钩子狂绑啊，那这边障碍物太多了，鱼就是这么多。你说要问标点钓哪里？哦，都是标点，你只要钓到流钩的位置都是标点。干潮底水不会退干的，就是标点，但是前提障碍物要多。这盆我们没办法选择的，这盆我们又久久去一次，我们哪知道标点在哪？啊，然后再加上说，只要出溪水，那水位都会变的。然后现在不太会流，我们螺丝就不要打那么大概抓一下。河口场不管风大浪大，我觉得都很好玩啊，只要这边不要一直起浪，我就觉得都很安全。就是一定要穿的。但是你不要在退潮的时候，你这样把线放走，因为你会飘出去。那如果怕飘出去的话，你侧踢岸边，飘多远的岸边没差，你就侧踢就回去了。没有咬我就会收回来再重抛，因为我不会想要飘太远。你看被吃了。然后钓这种河口场，天然条件就是石头加泥巴地或沙地，一定要石头，这样螺才会卡在那边，鱼才会聚在这边，才不会再往上跑。啊，这个就是一样，要诱钓重复，少量多餐啊，不会咬嘛，一直打，鱼要捡到你的螺都难哦，你就一颗螺而已，你撒了一大堆。哎呀，吹了。这天然就水了，看这，哇！你啊，搁吹落去！哎呀，赞！好胜，因为河口很典型，它不会长到满，它就是快满的时候，它就形成一进一出。这时候你就是要钓拖，因为像双层流。你给它拖浮标斜斜的没差，它会往上面打，往上面缩啊，缩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开枪，不用理会它。河口场就是这样，很正常。所以河口场最好钓的时间就是钓退水，时间又长。啊，像你们遇到如果要满潮打螺，遇到这种流水，你就是钓拖就对，浮标啦，因为它是双层流，通常来吃都很快就拖去死了。千万不要拿踢圈去踢外海，不要开玩笑。啊，有时候要理线呐。何谓理线？就是风在吹，我们母线不是飘过去，你就要往这边理过来，这叫理线。这是我自己讲的啦，实际名词我不知道啦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滞留线不会太长，你开价的时候差很多啊，会滞留线太长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这些小只的就放回去了。永续经营啊，不要抓这么多，放这。